乌军导弹突袭作战成功，美媒却表示成功的突袭来得太晚。俄乌正面交锋谁更强？乌军3发炮弹解决战斗。美国完成2024年总预算。F-35后续升级计划泡汤了。俄军超级炸弹量产，万米高空投掷，专门用来轰炸坚固地面设施。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冲突爆发2年01个月后，俄罗斯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这句话是俄罗斯总统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公开场所向记者表述的。佩斯科夫的原话是：刚开始，我们对乌克兰发动的只是一场特殊军事行动。然而，当欧美国家集体站在乌克兰一方并参与其中时，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场战争。这是自2022年2月24日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官方层面承认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同时也标志着克里姆林宫在描述冲突的措辞上有了升级。战争状态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法律定义，在国际法的定义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使用武力引起的敌对或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就被称为战争状态。实际上，不管俄罗斯政府是否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在2022年2月24日当日，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处于国际法定义中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战争状态中，这是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无法掩盖的事实。而俄罗斯在3月23日宣布处于战争状态，更像是对国内的一种宣告，宣告着俄罗斯从平时经济体制向着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将会开始让一部分民用品工厂转产军用品，并且更广泛的在民众中征兵，不能上战场的民众则会被征调前往军工厂，参与到武器的生产中。同时，俄罗斯也在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希望将俄乌战争从一场地域性军事冲突逐渐演变成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总体战，即总动员全国上下，化身战争机器。而战争目的则是彻底消灭敌国的战争潜力，意味着除敌国政治主体和军事目标以外，敌国平民及民用设施也在打击范围之内。实际上，进入战争状态的国家并不是少数，比如在二战后，朝鲜和韩国在韩战后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直到今天。更不用提在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仅与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除了埃及之外，和中东各国之间有正常外交关系的，也就只有约旦、阿联酋、巴林、摩洛哥4国。也就是说，以色列和其他中东战争的参战国，比如黎巴嫩、叙利亚等，也就只有停火协议而没有和平协议，处于一种微妙的外交状态之中。3月24日，乌军发布战报，再度突袭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俄军2艘登陆舰被击中，现场火光四溅。在3月24日凌晨，乌军成功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至少发射了40枚导弹，包括暴风影巡航导弹与海王星反舰导弹，另外还有大量无人机辅助作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击中了俄军2艘大型登陆舰、一个通信中心以及黑海舰队使用的其他基础设施。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港口东北部的一处大型油库，引发了大火与爆炸。此外，乌军还空袭了萨尔凡堡以北的俄军空军基地，造成3架苏27受损。根据俄军通报，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11枚暴风影巡航导弹、3枚海王星反舰导弹以及172架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军曾在黑海舰队集结13艘登陆舰，准备执行两栖作战，但在乌军自杀式无人艇、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反舰导弹的反复攻击下，黑海舰队损失惨重。而在24日袭击之后，俄军仅剩下3艘登陆舰可以使用。显然，此次袭击是乌军精心策划的行动。从战果来说，空袭效果非常好，值得乌军庆贺。但这次美国媒体泼了冷水。美国福布斯网站认为，乌军这段时间的持续袭击已经造成黑海舰队战力骤降，并将黑海的大部分海域变成了俄海军禁区。但这些打击来得太晚，无法实现目前的主要战争目标，也就是扼杀乌克兰南部地区的俄军主力补给。
在此之前，黑海舰队主力舰艇在遭遇多次袭击之后，只能选择退缩在港口，但登陆舰并没有，反而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向乌克兰南部的俄军主力运送大量军事物资。另外，也会通过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铁路与公路桥，当时只需要通过击沉或者击伤俄军登陆舰，或者摧毁桥梁，就能有效切断俄军补给。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俄罗斯就计划修建一条铁路，从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通过俄战区到别尔哥罗德地区，最后直接连接克里米亚。路桥铁路线一旦建成，那么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可能就无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在俄罗斯选举结束之后，普京就在演讲中表示，完成部分计划修建铁路。3月15日，据俄罗斯报道，罗斯托夫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货运线路已经开始运营。这条运输通道的建立，使得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地区输送物资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数天。事实上，由于黑海舰队的主力如今只能在黑海东部的海域活动，因为这里远离乌克兰，基本已经变成了象征性舰队。乌军之所以仍在通过无人艇对其发动袭击，是为了让黑海舰队疲于奔命。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俄乌的海上攻防战看起来很热闹，但事实上已经边缘化了。不过，火力军并不认为这种袭击行动没有什么用，因为击沉俄军登陆舰同样可以限制俄军后勤补给。只是通过当前局势来看，乌军应该将更多的力量用在这条新修建的铁路上面。如果能将其摧毁，才能真正击垮乌克兰南部俄军主力的后勤补给能力。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到基辅地区。在当地时间3月25日上午，俄军从克里米亚地区发射了2枚3M22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枚导弹以每小时11600公里的速度飞行了580公里，但在基辅上空疑似被拦截。乌克兰媒体表示，这2枚导弹的目标是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安全总局，因为导弹的飞行速度太快，以至于乌克兰方面甚至没有来得及拉响防空警报。在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导致基辅多栋建筑受损，10几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被送院治疗。乌克兰方面也展示了疑似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残骸。截至目前，尚无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宣布拦截锆石的相关回应。根据公开信息显示，锆石是俄军现役高超音速导弹，低空射程250公里到500公里，最大射程1000公里。在2月份的一次袭击中，俄军似乎就发射了锆石导弹，因为当时的现场发现了一个标有3M22的不明导弹碎片。而在这次袭击中，乌克兰连防空警报都来不及拉响，为何乌军防空部队又能将其拦截了？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射程达到了9马赫，但在末端制导过程中，为了可以准确捕获目标，锆石的速度可能会下降。毕竟，俄制导弹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多次证明制导系统有些不靠谱。在俄军发射锆石导弹之后，乌军也在第一时间对等攻击俄罗斯，利用改装的 S-200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的地面目标。罗斯托夫州州长戈卢别夫称，乌军导弹被击落。在过去的2年内，乌军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了2000余枚俄军导弹，既有巡航导弹，也有弹道导弹。这对俄军来说损失真的不小。要知道，导弹的造价都极为昂贵，从几百万美元到上千万美元不等。以平均500万美元一枚来计算，2000枚导弹的损失就高达100亿美元。除此之外，乌军针对炼油厂的袭击仍在持续。3月25日，乌克兰袭击了梁赞炼油厂。目前，乌军已经对俄罗斯的13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导致俄罗斯石油出口减少了1/3，炼油能力大幅下降。为了应对乌军无人机针对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能源部与国民警卫队也曾在这些基础设施附近部署防空系统与反无人机系统，但似乎效果并不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俄罗斯超级炸弹的最新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今年2月份开始，重量达到3吨的航空爆破炸弹 FAB3000 开始批量生产。负责生产航空炸弹的几家军工企业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前不久，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前往工厂视察各种炮弹与炸弹的生产情况。
俄罗斯表示，在俄军工新产能启动与生产线更新的情况下 ，FAB-500航弹的产量大幅提升 ，FAB-1500的产量也翻了1倍。今年2月份 ，FAB-3000也进入量产。与去年相比，俄军现代化炮兵与航空杀伤性武器的产量翻了数倍。此次量产的 FAB-3000航弹是苏联时期研发的航空爆破弹，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破坏力的航空杀伤性武器，主要用来摧毁各类建筑、掩体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重量为3吨，装药达到1400公斤，可在16000米高空投掷，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公里。在卫国战争后 ，FAB-3000与其他 FAB 系列炸弹开始列装。当时主要用于打击大型军舰。这种航弹虽然是一种常规武器，可是由于其装药量巨大，产生的威力要比普通的航弹大上不少。FAB-1500航弹的装药量大约为675公斤，爆炸之后可留下一个深达20米的弹坑。如今 FAB-3000开始进入量产，如果俄军在战场上使用，可能会对乌军造成不小的威胁。不过 FAB-3000实在太大了，普通战斗机根本无法挂载，目前只能让图 22M3、图 95M 或者图160进行携带，一次也只能携带2到3枚。接下来火力军来聊一下关于俄罗斯军火出口的消息。由于俄乌战事的不断持续，俄罗斯国内武器需求有增无减，以至于军火出口受挫。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消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军火出口快速下降。自2019年以来，俄罗斯全球军售下降了53%。在2019年，有31个国家接收了俄制武器，但到了2023年，只剩下12个国家。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军工产能下降，剩下的产能还要优先满足俄军前线消耗。另外，也可能因为俄制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佳。根据 SPRI 的数据，由于俄罗斯出口减少，从而空出来的市场已经被法国取代。在2019年至2023年，法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2大重型武器出口国。目前，美国国会已经完成2024年总预算，并且还放出了一个消息，那就是 F-35不会更换目前的发动机，也就是在短时间内不会换装变循环发动机。根据预算文书，关于先进战机引擎开发工作总经费2.8亿美元，但这笔资金只用来与未来引擎的开发项目，包括变循环引擎技术、改进的引擎零部件制导技术、新型材料开发以及增强的数位设计增加。但文书中特别提到，禁止将这笔资金用于换装 F-35发动机，这笔资金只是研发经费，而不是换装经费。目前 F-35战机使用的 F-135涡扇发动机是现役推力最大的发动机，没有之一。但由于 F-35机身重，所以存在航程不足与油耗过大的缺点。而通用电气公司就是看到这一点，过去一直在研发 XA100变循环发动机，并对外表示 XA100拥有良好的油耗表现、更强的推力，可以大幅增强 F-35战机的综合性能。也正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宣传动摇了洛克希德公司的态度。在去年，洛克希德高层表示希望见到更多的发动机选择，这让普惠公司感到了一丝危机。于是普惠公司也开始积极推出变循环发动机，命名为 XA101。由于起步较晚，所以目前还没有推出实际成品。但这次预算文书一出，不一样了，对普惠公司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不仅给了普惠提供了继续研发的预算，还让普惠公司拥有了继续研发变循环发动机的时间。不过，在过去的几年 ，F-35在频繁出勤的情况下 ，F-135发动机的妥善率并不高，许多零件的耐用度不够，尤其是涡扇叶片的抗热涂层损耗比较快。在2022年，就曾有46架 F-35因为这个原因无法出勤。如果不尽快改善这个情况，预计到2030年 ，F-35战机将有40%无法出勤。而变循环发动机目前是 F-35的最佳选择。美军曾评估，如果 F-35换装变循环发动机，最大航程可以增加30%到40%，这对于未来作战有极大提升。不过 F-35战机在驾驶舱后方配备了一具垂直起降的升力系统风扇，变循环发动机在开发时并未考虑垂直起降需求，所以 F-35B 安装会有问题。关于这一点，通用电子表示将尽快推出 XA100 安装在 F-35B 上的方案。
其实，在2024总预算出来之前，火力军就觉得美军不会在这2年换装变循环发动机的，因为成本问题。美军曾进行过评估，如果换装变循环发动机，可能需要提供至少60亿美元的制造费用，但空军无法为其提供高额资金。空军需要的是一个价格合理、支持所有改装升级的发动机系统。另外，还有一个关于 F-35战机的消息。此前，美军装备的 F-35A 战机所配备的 JU-22A 25毫米机炮，早在2020年就有媒体爆料，美军 F-35A 的战机机炮在射击地面目标时的精度令人无法接受 ，F-35BC 的吊舱机炮具有可接受的精度。但 F-35A 的内置机炮的精度却处于不可接受的范围，因为火炮安装基座存在不符合规格的错位，简而言之，可以理解为机炮被装歪了。此外，在机炮测试时，还曾出现飞行员头盔显示器准星失效等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有 F-35战机都安装了内置机炮，只有 F-35A 拥有，而 F-35B 和 F-35C 就没有固定机炮，因为2款机型的机体限制已经无法容纳机炮，为此还专门设计了外置机炮吊舱。尽管 F-35A 从最初生产型号就已经安装了机炮，但真正可进行操作是等到 Block 3F 版本软件推出之后。但在2016年的测试中，一系列问题被发现，影响了 F-35A 的内置航炮和 F-35B 的航炮吊舱。当时问题就出现在飞行员使用的头盔显示器系统上。由于 F-35取消了传统战机的固定平时显示器，武器追踪、瞄准等指示全部依赖于头盔显示器上所提供的信息。但当时头盔显示器的对地火炮射击符号在操作上无法使用，无法完成计划的测试，而在对空射击中，活动光环也出现了异常的不稳定。直到2020年，通过软件升级解决了上述问题， F-35B 机炮的吊舱问题也解决了，但同时又发现了 F-35A 内置机炮的问题，火炮安装基座存在不符合规格的错位，同时还导致 F-35A 在射击时造成 F-35A 外部接缝涂层和炮口附蒙皮出现裂纹。所以近些年来，美军一直在不断改进这个问题，如今终于有了效果。美军证实，目前 F-35机炮已经通过改良测试，具备完全作战能力，后续不排除搭配多种弹药扩大实测，进一步拓展作战效能。关于 F-35A 机炮，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